放松的话，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点。对，我们放松肩膀的话，肩胛骨是稳定，肩胛骨放松下去的时候是到腰，对，腰放松是到胯吗？对。Yes，因为好像你刚刚说稳定肩胛骨，放松肩膀，有可以放松到肩膀了。现在我是想，好像你之前跟我们说这个 sacrum 要往下，对，它的稳定的点是在哪里给它放松的？也是胯吗？还是在？你说 sacrum 的稳定啊？往下。它本身就要稳定啊，本身就要稳定，除非你用它来动。你可以用它来动，可是它还是在稳定的状态下用的。OK， 听不懂？那我说的稳定不是要用力哦，不是要用力哦，而是那个延伸力量指到它，延伸力量指到它，不往下走了。OK， 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问一下，要学自然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个人是很小，就是他遇到2个、3个、4个，他已经算很弱，所以我如果没有学自然的方法，只用抗的，连那么小的群组也很难过，也很难生活，更不用说什么公司、国家。你够强就不用。可是你不可能永远够强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人是永远强的，这样懂吗？所以还是要学。为什么要学刚学刚学柔？我们会有不强的时候嘛。我跟你们讲过嘛，中国武术是防御性的。是人家来攻击我，我做出的反应。那我怎么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来攻击我？他不是趁我20岁、30岁我最强的时候攻击我，他可能到我60岁、70岁，他来攻击我，看我虚弱嘛。所有的攻击者都是看那个对方比我弱了，他才会攻击你嘛。所以中国武术的人，他到年纪大了，他怎么办？因为他还在那个江湖里啊。他还是面临到周边的威胁啊，他怎么办？年轻的那个力量，那个东西，对他来讲不好用了，怎么办？才会找到这些方法嘛，晓得吗？才会找到以刚转柔的方法嘛。因为人的发展阶段啊，就是这样的阶段嘛。从小时候，他们那个小时候是很柔嘛。然后慢慢长，变成长到很有力。18岁、20岁、25岁，是不是很强的时候嘛？然后呢，慢慢变弱，慢慢变弱。从大肌肉的发展，他们现在小的时候，那个小肌肉还没有发展起来，所以他们一开始发展的一定是大肌肉嘛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发展大肌肉发展到一个阶段了，才开始发展小肌肉，正确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嘛。然后发展到小肌肉，然后慢慢，大肌肉慢慢没有力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人是多少40岁以后，45岁以后，肌力就慢慢减弱了，他怎么办？所以就找到筋啊，筋不会随着时间减弱。筋会随着时间变硬，可是你保持到那个筋的弹性是第一要务，晓得吗？所以才找到这个以刚往柔走，阳变阴这种转化的契机，在中国武术里面才发展出来这一段的东西嘛，晓得吗？跟男人一样，每一个男人从小时候生长到年轻都是雄赳赳气昂昂啊，很强壮。可是你如果结婚了，没结婚我不知道哈，你如果结婚了，你们这个年纪我不知道，你慢慢所有的你都会什么？
都会跟着你太太学习。男人结婚最好的一个出路是什么？你可以到中年以后慢慢跟你太太学。如果你太太是很柔的话了，你太太是母老虎的话，就另当别论了。因为男人到后来阳气变弱了，你知道吗？阳气慢慢衰了，阳气慢慢衰了，你原来的处理应对世界的方式，不能再用阳气阳刚去应对了。你要怎么办？你要用阴柔来面对了。那会用阴柔来面对世界的是谁？是女人啊，晓得吗？所以男人后来这也是生理的变化的必然嘛。男性荷尔蒙慢慢变少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吃激素慢慢变多，这男人一定是到后来他变成女性化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人就是这样子的，人的演变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你现在就开始要开始跟你太太学了。如果要面子，就偷偷的学，不要跟他讲，偷偷的学，晓得吗？否则会很麻烦啊。所有的生物演变都是这样子演变的，从弱到阳，从阴到阳，然后再慢慢阳到阴，就走了。中国武术发现到后面这一段的方法，听不懂？所以年轻人、小孩子该练阳的时候还是要练阳，所以我不赞成小孩子就练太极拳。陈家太极可以，纯粹松柔的太极拳是太极拳对小孩子是不好的，听不懂？像她这样的女孩子，还是要练一些肌肉出来，听不懂？哎，所有的都是顺应到大自然的那个阴阳的演变的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还有一个二户导师，他如果是营养早的，他是背，所以他应该是背的那种。你那个哪是背？你那个哪是背？二户导星这个不是二户导星啊，接下来才是啊。我以为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不是啦，还有搞不清楚。还有你练那个正弓拳啊，跟那个对弓拳，你练那个正弓拳，这个地方啊，你这个圈没有走，没有走出来，你做做看，你看，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先练慢，可是你看你的身体，我说这个手跟身体的搭配。你的身体，听不懂？所以要练出这种连贯性来。所以为什么它是这种弓拳，它是在后面的？因为你还没有体会到我们的动作跟身体的这种内外的配合的时候，你去练那个拳啊，它会比较生硬。可是也没关系，你就先练着这个动作是用什么做它？如果是肺的拍套拳跟抛锤，它不是是先胸腔走还是？这个不是，它是从谁来的？假如是抛锤，当一个式子完结了，
当它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是这个跨虎式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它在这边归零了，归零了，它是一个重新的开始。这样不懂？所以这个它是在中间的嘛，它不属于任何一宫，它不属于任何一宫。你说属背、属腰、属什么东西？它是属于那个宫，它没有进宫啊。这样不懂？所以不要纠结到那个，晓得吗？那肺是从什么开始？对嘛？肺是从这边开始是肺嘛？听不懂？因为他从这边准备好，他要进对宫了。对宫拳也是一样啊？对宫拳，它两个挑掌。对宫拳里面也不是全部都属对啊，不是全部都属肺啊，那你还受得了啊？一套拳有起承转合嘛？有没有说哦，离宫拳都属心，那你就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你不是死掉啊？不是，它是谁为主嘛？晓得吗？跟用药一样嘛，有君臣佐使嘛，谁为主，然后谁来帮助他，谁来平衡他。一套拳里面属什么，他练什么，不是说他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式子，他是大家一起来帮助他达成那个目的。听不懂？练拳不要那么死脑筋，晓得吗？力量是要流动的，你不能是一直我这个属心一直在扬，一直在扬，一直在扬，那谁受得了啊？我一直是肺，一直是肺，一直是肺，那还行啊？流动啊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，好，那下礼拜见了啊，拜拜。